这是我在波兰城市克拉科夫的一个夜晚，刚刚结束了一天的旅行。我回到旅馆，打开笔电，重温了一部经典的电影《辛德勒的名单》。这部是由史蒂芬·史皮伯执导，1993年上映的电影，获得了7项奥斯卡奖。这部电影讲述了奥斯卡·辛德勒一位纳粹党员和商人，在二战期间拯救了1200名犹太人的故事。他利用自己的工厂作为庇护所，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工人免于被送往死亡集中营。当初看了这部电影，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和启发。而这部电影的故事场景就在我当下旅行的城市克拉科夫。然而，在这个激励人心的故事背后，原来还有一股质疑辛德勒的声音。一些历史学者指出，他可能并非真正的英雄。他早期剥削犹太劳工，他与纳粹官员密切合作，他甚至可能利用拯救行动来谋取利益。这些指控与电影所呈现出的辛德勒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极端。原来，这整件历史来由比想象中的更加复杂。This is where the Schindler story was born. 为了搞清楚这一切，我决定走出旅馆，探索克拉科夫这座城市，去了解奥斯卡·辛德勒真实的人生故事。He became interested in the Jews as a source of cheap labor. The SS supplied them to him. 这真不是开玩笑的，整个乌鸦声音到处都是，阴气真的还蛮重的。克拉科夫，一座充满历史的城市，在这里，每一条街道都承载着二战的记忆。今天这个影片就是来带大家来探索一下辛德勒这位人物的故事。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个废墟的这个建筑物，其实就是辛德勒当初的住宅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打算来带大家一起在 Krakow 这个城市来探索辛德勒的故事。好的，在我们继续探索辛德勒的真相之前，我要告诉你一个我最近正在打造的线上产品，叫做世界浪人卷轴。这是一个帮助你在世界各地甚至日常生活中培养浪人社交能力，打破僵化环境与单一生活圈的线上产品。在台湾，很多人卡在一成不变的生活里，无论是工作、感情还是社交圈，总觉得生活逐渐陷入僵局。即使每天忙碌，内心却还是有种无法摆脱的空洞感，好像人生就只能是这样而已。很多人以为交到完美的伴侣，或者是找到高薪的工作，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。但现实是，很多拥有这样条件的人，他们依然感受到生活的空洞与无力感。真正让生活丰富且充满可能性的，不是这些外在条件，而是具备探索世界与随时与人连结的能力。即使在台湾，你可以不断认识新朋友，创造更多的可能性。在过去10几年，我旅居过上海、乌克兰以及西班牙，以及旅行过超过30多个国家。我发现，当我自己踏出熟悉的环境，和陌生人分享彼此的故事时，那种雀跃感不仅是来自于探索新的地方，还来自于彼此之间的共鸣。那时我才意识到，原来看似平凡的经历，却能在不同背景中激起新的启发。当你能自在地融入不同的文化与环境，这不仅仅是探索的能力而已，还能让你认识不同领域的人，打开你事业上新的可能性。所以，如果你也想突破现有框架，培养这种能在世界与日常生活中自由穿梭的能力，那么就点击下方链接，了解更多世界浪人卷轴的资讯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回到辛德勒的影片。接着我来到了辛德勒的工厂博物馆，没想到即使是工作日，这里仍然聚集了大量的游客。看着这么多人从世界各地千里迢迢的来到克拉科夫，只为了亲眼见证这段历史，我意识到辛德勒的故事已经超越了国界，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记忆。Thank you. 踏进辛德勒工厂博物馆，我被这些黑白照片中的面孔所吸引着，每张脸庞都是一段未完的故事。在这些墙上凝固的表情背后，是那个动荡时代的见证。我忍不住想象，在1939年，这些人究竟经历了什么？他们是谁？他们的未来又会如何呢？
在1942年，克拉科夫犹太区的空气中充满恐惧，大规模的清算行动开始。每一次点名，每一趟列车，都是死亡的宣告。对许多人来说，这是一场无法逃离的噩梦。在这场屠杀中，辛德勒看到了人性最残酷的一面，也看到了他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刻。他拥有的或许不是武器，但他有影响力，他有办法改变一些人的命运。他开始动用关系，花费巨资，想尽办法将犹太人带进他的工厂。对纳粹来说，这些人只是可以用来换钱的资源，但对辛德勒而言，每个名字都是一条生命。辛德勒的工厂从一座普通的军需工厂变成了一个避难所。他知道，只要这些人还能被认为是有用的工人，纳粹就不会杀害他们。因此，他开始接纳越来越多的人，即使这些人也脑后体弱，无法胜任工作。这些白色石头在犹太传统中象征着记忆与纪念。在这座工厂内，1200条生命因辛德勒的选择而得以延续。每一块石头都代表着一个被拯救的故事，一段不该被遗忘的记忆。澳洲作家托马斯·肯尼利在他的著作《辛德勒方舟》中，描绘了一个充满矛盾但极具英雄主义的人物。他认为辛德勒的行动证明，即使是不完美的人，也能选择对抗邪恶。而这本书其实就是电影《辛德勒的名单》的出处。许多幸存者至今仍感激辛德勒的行动，他们称他为我们的救世主，因为正是他的选择，让1200条生命得以延续。然而，辛德勒的故事并非全然光明。在他成为拯救者之前，他是一名投机者，甚至是一名纳粹间谍。他的早期行为充满争议。他加入纳粹党不仅是为了生存，更是为了利用特权扩展自己的商业版图。1939年，辛德勒成为纳粹情报机构阿伯维尔的一名间谍。他利用自己的边境走私经验，为纳粹提供捷克斯洛伐克军事设施的情报。同年，他以低价收购了犹太人破产后的财产，包括玛利亚工厂。这些行为让他在战争初期迅速致富，但也让他背负了剥削犹太人的指控。捷克历史学家伊特卡·格伦托娃在他的著作《传奇与事实》中，挑战了辛德勒被过度神格化的形象。他指出，辛德勒工厂犹太工人薪资仅为波兰工人的 30%， 一个犹太工人每周工作70小时，却只获得波兰最低工资标准的1/3。伊特卡在研究中发现，辛德勒不仅为纳粹党员，更是德国国防军情报部门的积极合作者，提供捷克防御工事和军事设施的情报。他指出，辛德勒直到1944年德国战败迹象明显时才大规模拯救犹太人，这显然是为战后洗白而做准备。伊特卡认为，辛德勒的拯救行动并非完全出于道德觉醒，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风险管理。如果动机不纯，那这些行为还能被称为是英雄吗？战后，辛德勒移居阿根廷，希望重建生活，但他的农场计划最终破产。他回到德国后，又多次尝试创业，但始终无法成功。他的婚姻也因为战后压力而破裂，并且有多次婚外情的记录。在1957年，他的婚姻已经实质上结束了。他独自返回德国，而他的妻子埃米丽选择留在阿根廷。虽然没有正式离婚，但从此分居。阿蒙哥特，一位纳粹军官，也是普拉绍集中营的指挥官。他的名字几乎成为纳粹暴行的代名词。在这里，他滥杀无辜，甚至站在自己的住所阳台上用步枪射杀囚犯，只因为他觉得无聊。现在
在到了这个叫做 The Grey House， 中文应该叫做灰房子。这个就是当初辛德勒的那个电影那个将军，那个纳粹将军住的地方。不过在电影里面，那听说在现实世界真实的情形，这里面是军官刑求这个犹太人的地方。旁边这个应该是一些建筑用的东西，里面应该是废墟，没有人住。然后后面有这个门，应该是打不开。如果从这边窗户看到里面的话，似乎可以看到里面已经是被清空了。啊，这边还有一个地下室。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房子的侧面。这个房子确实是灰灰的，其实房子本身并没有太脏，还算干净，只是外面的草皮倒是蛮脏的。所以这个就是 The Grey House。各位，这边就是他们的这一个纪念公园。那么这一块应该就是之前那个时候二战的时候，纳粹放置犹太人的这个集中营的地方。所以各位看到这个旁边那个地方，上面现在我要过去那个地方。普拉绍集中营是克拉科夫犹太区清算行动后的另一个悲剧舞台，数千名犹太人被驱逐到这里，面临饥饿、虐待和死亡。哇靠，各位，这真不是开玩笑的哎！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乌鸦哎，前面一整片的都是乌鸦，我不知道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，然后整个乌鸦的声音到处都是，阴气真的还蛮重的。这就是集中营啊！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，这个石板的废墟的地方。美国历史学家大卫·克劳认为，辛德勒的道德转变并非一夜之间，而是逐渐受到大屠杀暴行的影响。在他的著作《揭露真相》一书中提出了更为平衡的观点。他认为辛德勒的道德转变并非一夜之间，而是在目睹克拉科夫犹太区清算行动和阿蒙哥特的暴行后，逐渐发展出对纳粹暴行的抵抗意识。对大卫·克劳而言，辛德勒的故事不只是拯救的叙事，更是展示了人性如何在极端环境中挣扎的过程。今天，我站在克拉科夫的大屠杀纪念碑公园，试图理解那段历史。在这里，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未被遗忘的故事，而辛德勒就是让1200个名字免于消失的人。OK， 现在要离开这边的纪念公园了。这边其实有蛮多人会来慢跑啊，还会带小孩过来玩啊、遛狗啊等等的。所以虽然说这边是一个蛮沉重的地方，但是也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当地人他们日常生活会过来的地方，算是整个生活跟纪念都结合在一起吧。这边还有个阶梯上去，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，应该还会有个什么纪念碑吧。我们来去看看。这边是处决场，第二个这个处决场的地方。这边写我看到了处决了10个人，只是因为有一个犯人他要逃跑，在1943年的9月份，这边是他应该是被处决的地方。前面应该会有一个最后的一个纪念馆，有一根很高的，我们来去看看吧。现在天色也差不多快晚了。OK， 这边是写他们的工业区、工厂的地方，在这里说这个是坐落在集中营的南边地方。这趟旅程，我试图理解他的选择，想象着要是我在那样的情境，我会下出什么样的决定。或许我们每个人都会在极端环境下被迫面对道德的灰色地带，而辛德勒的故事提醒我，选择并非总是简单的善与恶。
夜晚的克拉科夫有一种说不出的矛盾感。这座城市既承载着厚重的历史，也充满着当代的活力。历史并未消失，它只是融入了现代，静静地与我们并存。这又让我重新思考了辛德勒的故事，他究竟是英雄还是机会主义者？许多人说辛德勒只是个商人，拯救行动是出于利益而非纯粹的道德感，但这种说法过于简化了他的选择。人性的动机从来不是黑白分明的，而是混杂着现实考量与良知的挣扎。在纳粹统治下，辛德勒的行动无论是否带有私心，都意味着极大的风险。他用贿赂换取工人的性命，违抗纳粹的命令，这意味着可能会遭到灭门。相比那些袖手旁观，甚至从纳粹制度中获利的企业家，辛德勒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。难道我们非得要求所有资本家公开反抗纳粹、光荣牺牲，才能被视为英雄吗？辛德勒战后经商失败，这点无可否认。或许他的成功只存在于纳粹腐败的体制内，或许他并不擅长真正的商业竞争，但这又如何呢？整件事情在歌颂的并不是他商业上的能力，而是他在艰难的时刻鼓起勇气做出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。在这个袖手旁观被视为理所当然，甚至主动帮助他人都可能遭致危险的世界里，辛德勒选择了另一条路。他冒着生命危险，却不是盲目的行动，而是以策略性的方式执行计划，勇敢地做出他认为自己应该做的事情。这才是他真正让我敬佩的原因。